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當深情藏在目光停頓之間，王凱與譚松韻的默契瞬間，為何總能擊中人心？娛樂圈從不缺少熱鬧，有人靠話題製造聲量，有人靠流量維持曝光，有人在喧囂中不斷重複着被設計好的營業橋段，把每一次同框都包裝成精心計算後的情緒輸出。燈光、鏡頭、熱搜、話題榜，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機器，把每一段互動都迅速推向放大鏡下，被解讀、被揣測、被賦予各種意義。可偏偏在這樣一個過度表達的時代，真正打動人的往往不是刻意，而是不經意。最近一段關於王凱與譚松韻在某頒獎禮上的短暫互動，再次悄悄點燃了大眾情緒。鏡頭裡，王凱在台上輕鬆調侃，現場氣氛熱烈而鬆弛，笑聲此起彼伏。當話題談及嫁人這個頗具情緒指向性的詞彙時，一個幾乎難以被定義的細節出現了。他的目光在那一瞬間輕輕偏向了不遠處的譚松韻，不是長久凝望，不是刻意停留，更不是戲劇化的深情注視，而只是一個近乎本能的短暫的視線移動。若不仔細看，甚至會被忽略，但也恰恰因為這份自然，這個瞬間被無數觀眾一幀一幀放大，反覆回看，在社交平台上掀起新一輪討論。有人笑着說，眼神會下意識尋找熟悉的人，這一秒比10000句營業都真實。雙引號。也有人感慨，成年人之間最動人的，從來不是熱烈表白，而是克制中的靠近，是不經意裡的在意。雙引號。這樣的討論之所以能迅速發酵，並不僅僅因為大家熱衷於磕 CP， 更因為在《向風而航》播出之後，顧南亭與程瀟這對角色所建立起來的情感連結，早已悄悄延伸到觀眾的現實情緒投射之中。在劇裡，他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一見鍾情。顧南亭的愛是沉穩的、克制的，帶着理性邊界感的。他不會高調示愛，卻會在細枝末節裡給予支持；不會用誇張方式表達情緒，卻會在對方最需要的時候默默站在身後。而程瀟的愛則像清晨的陽光，坦率、明亮，帶着生命力。他的出現不是為了依附誰，而是用獨立與熱烈慢慢融化對方心裡的冰層。這樣的感情模式之所以打動人，是因為它足夠真實。成年人的愛情本就不是煙火盛放，而更像靜水深流。它沒有太多轟轟烈烈，卻在漫長相處中長出信任、禮節與欣賞。而王凱與譚松韻在角色塑造上的精準拿捏，讓這種慢熱式情感擁有了極強的可信度。有業內表演評論人曾評價，優秀演員之間的化學反應不是表演出來的甜，而是互動中的真實呼吸感。觀眾會相信他們之間存在情緒流動，因為眼神不會騙人，停頓不會騙人，身體語言也不會騙人。雙引號。這句話恰好解釋了為什麼觀眾總會被他們吸引，因為他們的默契不喧嘩卻鮮活，因為他們的互動不濃烈卻綿長，更因為他們身上有一種如今極其稀缺的氣質，那就是分寸感。一個成熟克制，一個溫潤清亮，一個像深秋夜色安靜沉穩，一個像春日微風柔和輕盈。年齡相差8歲，卻恰恰形成了某種奇妙互補。身高差帶來的視覺反差，性格氣質上的呼應，以及表演層面的節奏契合，讓他們在同框時總會產生一種極自然的和諧美感。這不是刻意製造的 CP 感，而是一種舒服，一種讓人相信，如果世界上真有靈魂頻率接近的人，大概就是這樣的舒服。從心理學角度來看，這種讓大眾着迷的互動，
本質上是一種關係投射。情感研究學者指出，公眾之所以容易被成熟、克制、彼此尊重的互動打動，是因為現代人對理想關係的想象已經從熱烈激情逐漸轉向穩定共鳴。大家真正向往的不再只是心動，而是舒服，是理解，是被溫柔接住。雙引號。而王凱與譚松韻恰好承載了這種想象，他們身上沒有刻意的曖昧表達，卻有恰到好處的默契；沒有高調互動，卻總能在某個瞬間讓人感受到細膩情緒的流動。於是網友評論區也充滿溫柔祝福。如果默契有形狀，那一定是他們並肩站立的樣子。雙引號。真正高級的感覺是不用證明就已經讓人覺得般配。雙引號。成熟、清醒、溫柔、勢均力敵，這樣的組合太難得。雙引號。他們讓我重新相信，人與人之間真的會有舒服的頻率。雙引號。也有人說，喜歡他們不是因為幻想故事成真，而是因為看見了關係最美好的模樣。雙引號。這句話或許才是全部討論的核心。大家喜歡的也許從來不只是某種可能，而是那種被默契照亮的瞬間，那一眼停頓，那一秒對視，那種無需言說卻仿佛心照不宣的氣場交匯，在光影流轉中被賦予了溫度，也被賦予了意義。它像春夜晚風一樣輕，卻足夠吹皺人心湖。它像一句沒說出口的話，卻偏偏最讓人回味。也許所謂動人，從來都不是轟烈，而是細微；不是熱烈張揚，而是安靜靠近；不是拼命表達，而是自然流露。這也是為什麼關於王凱與譚松韻的每一次同框，總能引發溫柔而持久的討論，因為他們讓人看到了一種久違的關係美感：克制卻不冷淡，溫暖卻不灼熱，靠近卻有邊界，默契卻不過界。這樣的距離感反而最迷人。如果說一次對視只是偶然，一個瞬間的目光停頓也可能只是無意識的本能，那麼真正讓觀眾久久沉浸其中的，其實從來不是某一個鏡頭本身，而是鏡頭背後所折射出的那種極其難得的情緒質感。這種質感來自於王凱與譚松韻身上共同擁有的一種特性，那就是清醒、克制、溫柔，同時又保有極強的生命力。在當下的娛樂環境裡，這樣的組合其實並不常見。太多人習慣了迅速製造話題，習慣了在鏡頭前把互動放大，把情緒說滿，把一切曖昧感都包裝成可供消費的糖點。可真正高級的吸引，從來不是熱鬧，而是安靜之下的波瀾。有業內資深導演曾這樣評價過王凱：他的魅力不在於鋒芒外露，而在於一種成熟男性特有的穩定感。那種穩定不是無趣，而是有分寸、有包容、有沉澱後的從容。雙引號。這種氣質在如今快節奏的情感表達中顯得格外珍貴。它像一棵樹，不喧嘩卻能遮風擋雨，不張揚卻讓人安心。它身上的鬆弛感不是漫不經心，而是歷經歲月後形成的一種溫柔力量。而譚松韻恰恰相反，她像風，輕盈、柔軟、明亮，卻又有自己的方向。她身上最打動人的，從來不只是少女感，而是一種歷經成長後依舊保有的清澈感。那是一種被現實打磨過，卻依舊相信溫暖，相信真誠，相信美好的生命狀態。知名影視評論人曾分析，譚松韻最大的優勢不是甜，而是真。她的表演和她給人的感覺都很通透，沒有攻擊性，卻有很強的情緒穿透力。她像春天裡的陽光，不灼熱，卻會慢慢照進人心裡。雙引號。於是，一個像山，一個像風，一個像深海般安靜厚重，
一個像晨光般溫柔清亮。當這樣的兩種氣場相遇時，就會形成一種極其微妙的吸引力，不是轟轟烈烈，而是細水長流；不是火花四濺，而是呼吸同頻。心理學中有一個概念，叫做情緒鏡像共振，指的是兩個人在長期相處或高度默契的互動中，會在微表情、視線停留、肢體朝向、說話節奏上形成一種無意識同步。這種同步不是表演出來的，而是大腦潛意識層面對熟悉感和舒適感的自然反饋。某高校傳播心理學教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公眾非常容易被這種自然形成的同步感打動，因為它代表了一種不需要刻意維繫的舒服關係。現代人越來越疲憊，大家比起熾烈更向往被理解，比起轟動更渴望穩定。雙引號，這也是為什麼關於王凱與譚松韻的每一次互動總能引發那麼多溫柔的討論，因為他們身上恰好有一種大家心裡共同向往的關係模樣：彼此欣賞，彼此尊重，彼此靠近卻不過度侵入，有邊界卻不疏離，有默契卻不喧賓奪主。這是一種成年世界裡最舒服的情感距離，也是一種極難得的高級親密感。更令人動容的是，他們都不是靠緋聞生存的演員。王凱這些年一直安靜拍戲，用作品說話，從《琅琊榜》裡的靖王，到《大江大河》中的宋運輝，再到不同類型角色的不斷突破，他一步步走得扎實而堅定。而譚松韻則始終保持着一種難得的平和，他沒有過度營銷的野心，也沒有被流量裹挾的焦躁，而是一步一步在角色中沉澱自己，從少女角色的靈動到成年女性角色的厚度，他一直在成長。所以觀眾會喜歡他們，不只是因為同框時的般配，更因為他們各自本身就足夠閃閃發光。於是網友的評論也慢慢從單純的課堂變成了更深層的欣賞與祝福。他們最迷人的地方是都活成了很舒服的大人。雙引號，一個溫潤如玉，一個柔和有光，站在一起就像一幅慢慢展開的畫。雙引號，不是那種濃烈到灼人的愛情想象，而是讓人覺得餘生若能遇見這樣的同頻者，就已經很幸運。雙引號，真正的高級感是眼神裡有溫度，相處中有邊界，默契裡有尊重。雙引號，還有一條高讚評論寫得格外動人。喜歡他們，不是執着於某種結果，而是他們讓我相信，這世上真的會有人安靜地站在那裡，就足夠讓另一個人的目光不自覺停留。雙引號，短短一句話，卻像一滴墨落入清水，緩緩暈開層層漣漪。是啊，最打動人的從來不是高調宣告，而是下意識的關注；不是轟烈表達，而是輕輕落在某個人方向上的目光；不是刻意證明，而是那一秒鐘，身體比語言更誠實。也許那場頒獎裡真正留下的，不只是一個值得反復回看的鏡頭，更是一種關於美好關係的溫柔想象。它像夜色裡的微光，不耀眼，卻長久發亮；像春風吹過枝頭，不喧鬧，卻讓萬物悄然生長；像一句沒有說出口的話，卻偏偏最讓人心動。而這也正是王凱譚松韻現象真正觸動大眾內心的原因，因為在他們身上，我們看見了成年關係裡最珍貴的模樣：欣賞而不控制，靠近而不窒息，默契而不張揚，溫柔而有力量。這樣的關係不一定需要定義，卻足夠令人向往。最後，也把幾個討論留給大家：你覺得成年人之間最打動人的是熱烈表達，還是克制中的偏愛？你如何理解眼神會下意識追隨熟悉的人這句話？你認為熒幕上的化學反應會延伸成觀眾對現實關係的情感投射嗎？在你心裡，
王凱與譚松韻最吸引你的默契點是什麼？你相信人與人之間真的存在一種剛剛好的頻率嗎？有些故事沒有答案，偏偏最讓人念念不忘。人類就愛琢磨一個眼神能不能寫出8000字情書，荒唐的可愛。